台湾北部最繁华的港口大稻埕，居然是输掉一场械斗才诞生的。19世纪的艋舺，酿多人杂，钱滚滚，但热闹的背后是不断上演的社群械斗。三义人和同安人常常庙口开打，港口火拼，最后输的一方同安人被迫北迁，落脚在河畔沙洲，也就是后来的大稻埕。他们没想到这场败退，反而开启了另一座城市的繁荣新篇章。咸丰10年，也就是1860年，淡水依据天津条约正式开港通商，港口功能也沿着淡水河一路向内延伸。艋舺因族群排外与河道淤积，逐渐被外国商人放弃。下游的大稻埕临近淡水河，又地势开阔，正好接住了商业机会。洋行、茶行出现数样之多，形成了台北盆地内最早的国际贸易特区。大稻埕也成了茶布、药材与干货的集散地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茶。那这些茶叶从哪来？根据淡水厅志记载，1870年，北部最早的茶叶来自全山堡与石碇堡。全山堡大致涵盖现在的新北市新店、深坑、石碇、乌来及台北市的文山，而石碇堡则是新北市的汐止、平溪、瑞芳与基隆的七堵、暖暖、安乐等地。这些地方丘陵绵延，雨量丰沛，成了茶树天然的生长地带。茶农将茶茎运往大稻埕，在港口附近加工、精制，再出口到世界各地。每到茶季，大稻埕还会迎来另一批重要角色——剪纸女工。她们多来自河对岸三冲埔聚落，天未亮便搭船横渡淡水河，来到茶厂工作。他们的工作是将粗枝与不良茶叶一一挑除，这叫剪枝。这些女工不只为家庭赚钱，也借由劳动脱离家庭束缚。茶季成了女性重要的社交场。在丁阿卡夏聊天，工作比穿着。一杯茶改变的不只是贸易，也是生活样貌。开启台湾茶叶外销契机的关键人物，英商 John Dodd 成立宝顺洋行，引进茶种并改良制茶技术，加上买办李春生的协助 ，Formosa 乌龙 Tea 风靡欧美。1870年底，外国洋行接连进驻大稻埕，英商怡和洋行、美商德记等5大洋行也相继落脚。大稻埕也从沙洲小镇摇身一变，成了亚洲重要的茶叶港口城市。今天的大稻埕依然人来人往，但再也看不见清晨渡船的女工，也听不到茶叶揉捻的声响。更多台湾茶故事，下次见。